各位都有向公司请过病假的经验吗？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是因为感冒等较为轻微的伤病，在真的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才会偶尔向公司请病假。有些公司呢，可能会针对1-2天的病假，不见得会要求员工提供证明。总之，只要劳资双方能有共同的默契在，没有对业务有太大的影响就好。不过，如果是遇到比较严重的伤病，导致请病假的期间比较久的时候呢，除了要检视企业原本规定的请假程序之外，同时也得回归法令的规定，确认员工请病假的额度是否仍在限制范围之内。坦白说，有关病假的规定，相较于其他假别来说是稍微复杂一点的，所以这支影片呢，就希望透过过去劳动部的解释，简单分享一下有关于病假的使用细节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有关于病假的基本规定。如果要了解最原始的法令规范的话，就需要来看一下劳工请假规则以及劳动部过去针对一些案例所提出的解释令。事实上啊，病假天数的认定不只会影响到薪资的计算，如果全年度的病假天数接近法定上限的时候，也可能会牵涉到后续的伤病留职停薪，或是甚至不能胜任工作的认定。另外啊，因为关于病假的额度以及薪资计算，分别是规定于劳工请假规则第4条的第1项以及第3项。依照我们的经验呢，有蛮多劳资双方都会把这2者混淆在一起的，因此以下我们就分为几个阶段来说明一下有关于病假的规定哦。第一个是厘清法定病假天数以及额度。法令原本的文意是劳工因普通伤害、疾病或生理原因必须治疗或休养者，得在规定范围内请普通伤病假。如果是未住院的话，1年是合计不可以超过30天；但如果是住院的话，则是2年内合计不得超过1年。最后一个要注意的，则是未住院伤病假以及住院伤病假2年内合计也是不可以超过1年的。因此，对于企业或人资来说，其实要能够区分未住院以及住院病假，在计算病假额度的时候才不会混淆。所以，其实员工在请病假的时候，请他们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样才可以知道住院的天数有多久，不仅统计的时候不会有误差，也才可以适时提醒员工剩余的额度究竟有多少。这边也顺便提一下，法令的用字之所以会称为普通伤病假，那是不是就代表另外会有特别伤病假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相对应的假别应该是因为职业灾害而衍生的治疗啊、休养期间可以向雇主请求的工伤病假。因为这个部分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主题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的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官方部落格中找找相关的文章哦。再来呢，是前面提到的未住院病假，1年内不得超过30天。这边所说的1年该怎么样认定呢？依照劳动部在民国82年的解释令，病假的年度原则上应由劳资双方去约定，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之下，一般就会以每年1月1日到12月31日作为一个年度了。所以，假如员工是在接近年底的时候，快把未住院的病假都请完，到隔年的时候，30个工作日的普通伤病假又会再重新计算了。雇主不可以在没有明确约定年度的情况之下，就直接不再给他隔年的病假额度哦。总而言之啊，法令既然有明定病假的天数以及薪资给付规范，当劳工合法提出病假的诉求的时候，雇主就不能拒绝给假，但是可以注意一下员工在年度内请假的天数是否有超过法令限制。第二个部分呢，就要来看一下如何计算病假的薪资了。依照前面所提到的劳工请假规则第4条第3项规定，普通伤病假1年未超过30天的部分，工资折半发给。不过单纯看法令规定，可能还是会产生一些疑惑，所以劳动部过去也针对病假薪资计算的细节做出多次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啊，就是法规中所提到的30日半薪病假，应该要以工作日来计算，并且这也不再区分是住院或未住院病假，而应该要合并检视之后呢，再来计算薪资。解释令的原文啊，就放在画面上给各位参考了。最重要的应该是最后面的这段话：劳工如于1年内请普通伤病假之天数已达30日者，其后仍需请假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之期间，如果遇到前开例假休假日的时候，才可以计入到请假期间内。反面来说呢，没有符合解释令所说的条件的话，例假与休假日等等就不能计算到病假期间之内，等于就是只有工作日才可以计算病假了。我知道这个看起来啊，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复杂，所以希望各位先不要关掉这支影片。我们接下来会希望用图例的方式，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计算的方法。
假如某个员工是比照公务机关行事历出勤，也就是固定例休在每个礼拜6日，当今天从某个周四开始需要长时间的请病假时，就会从接下来遇到的工作日开始请假。但是遇到原本就不需要提供劳务的休息日、例假或国定假日的时候啊，因为原本就没有出勤义务，所以也就不用请假了。直到计算满足30个工作日之后呢，假如后续劳工仍然没有办法痊愈，而有继续请假的必要，那么依照劳动部的解释令，接下来啊就是需请假一次连续超过30日以上的期间，有遇到例假、休息日或国定假的时候，才可以并计到请假期间之内。当然啊，因为前面的30个工作日已经计算半薪了，所以接下来也就会是无薪的病假了。如果劳工病假天数在年度内都用完之后，而且也没有其他的像特休啊或事假可以请了，那又该怎么处理呢？这就是我们第3个部分要来讨论的。先说结论吧。依照劳工请假规则第5条的规定，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让员工办理伤病留职停薪，或是也可以依照劳动部过去的解释依法资遣员工。劳工请假规则第5条的原文我们也一样放在画面上。由于法规的用字是得与留职停薪，所以看起来应该是从雇主的角度解释，因此对于企业来说，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拒绝让员工办理留停。不过劳动部过去又有另外一个解释令有提过，相关的细节最好可以事先约定，否则就是在劳工提出伤病留停的时候啊，要有充分的协商。那么如果劳工留停1年之后仍然没有办法痊愈，或是在病假用完之后，雇主也不愿意让员工办理留停的话，又应该怎么办呢？依照其他相关的解释令，劳工因为伤病的原因无法继续工作的话，应该就是属于劳基法第11条第5款所定的劳工对于所担任的工作确定不能胜任的情况。此时呢，雇主仍应该要依照法令的规定资遣员工，而不能视同劳工自行离职哦。这支影片呢，我们就先分享了有关于病假的基本规定以及注意事项，相信内容已经算是不少了。在下一支影片中啊，我想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于员工请病假的时候所应该要遵守的程序，以及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也就是如果员工请完了30个工作日的病假之后，接下来如果是采用分次请假的方式提出的话，计算薪资是不是有哪些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这个我们就会在下支影片中再来跟大家讨论哦。希望今天影片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啦，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